不要小瞧了台灣。很多人在評價台灣雲豹系列的時候戴着有色眼鏡，他們認為戰車就應該用履帶，8個輪子看起來更像一輛重型卡車，根本扛不住戰場任務，這就是在浪費錢。那麼為什麼台灣選擇輪式呢？為什麼花了10幾20年的時間，非要死磕這8個輪子，甚至還不斷給它加東西？從最初的裝甲運兵車到30毫米連炮，最後甚至給它塞進了一門105毫米炮。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台灣雲豹8輪裝甲家族到底為什麼讓台灣死磕了這麼多年，又是怎麼被戰場需求一步一步逼着成長的。很多評論家說台灣地形山地多，河流密集，水田遍布，理論上而言更適合履帶戰車。這種看法只對了一半。台灣確實有大量山地、丘陵、河流和水田，在這些鬆軟的地形裡，履帶車輛憑借更大的接地面積，能夠把重量分散到更大的範圍，越野能力具有明顯優勢。但問題是，如果把目光從山地轉向西部，你會看到完全不同的一幅地圖。從城市到工業區，從貫穿南北的高速公路到大量的橋梁，台灣西部形成了一張密集的交通網絡。而這張網絡對於一支需要快速調動的裝甲部队來說，本身就是一項巨大的軍事資源。因为现代戰爭裡，裝甲車輛不只是要考慮能不能越野，還要考慮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能不能快速趕到需要它的地方。假設防務部門突然收到情報，某個沿海地區或者重要機場出現緊急情況，需要裝甲部隊迅速增援，這時候一支履帶式裝甲部隊當然也可以開過去。但如果是幾十公里甚至更長距離的跨區域機動，履帶車輛在公路上的優勢就遠遠沒有輪式車輛那麼明顯。長距離高速行軍會帶來更高的履帶磨損，同時也會增加維護壓力。如果距離再長，軍隊還可以使用重型裝備運輸車，把履帶式車輛裝上運輸平台，直接送往目的地。但這樣一來，裝甲車輛本身之外，還需要額外的運輸車輛、駕駛人員和調度環節。而輪式裝甲車就簡單得多，它本身就是一輛能夠長距離道路機動的戰鬥車輛。就拿雲豹來說，它採用8×8全輪驅動，搭載約450馬力的柴油發動機，最高公路速度可以達到約100公里每小時。接到命令之後，它不需要先找運輸車，而是直接開上道路，利用現成的公路網絡，高速向目標區域機動。這才是輪式裝甲車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履帶不是先進，輪子也不比履帶高級。但是對於台灣而言，採用輪式可以把道路本身變成自己的機動系統。當然，台灣的工程師也非常清楚，輪式車輛有優勢就一定有代價。一旦離開鋪裝道路，進入到鬆軟地面，履帶車輛有更大的接地面積，從而擁有更強的通過能力。所以雲豹從來沒有說過我有8個輪子，所有問題就解決了。恰恰相反，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兒，通過一整套的底盤設計去盡可能彌補輪式車輛的先天弱點。8個輪子全部參與驅動，配合獨立懸掛系統，同時還配備中央輪胎充放器系統。遇到不同路況時，可以根據需要調整輪胎壓力，改變輪胎與地面的接觸狀態，提升車輛在鬆軟路面上的通過能力。當然，這些設計不可能讓一輛輪式裝甲車突然變成履帶車輛。它依然不可能在所有極端越野環境下擁有和履帶車一樣的表現，但這本來就不是雲豹需要解決的問題。它真正追求的是另一種平衡，既保留裝甲車輛的越野和戰鬥能力，又能夠充分利用台灣密集的道路網絡，快速完成跨區域機動。所以雲豹選擇8個輪子，根本不是為了證明輪式車輛比履帶車輛先進，恰恰相反，這是一次非常現實的取捨。台灣需要的不是一輛什麼地形都能做到最強的裝甲車，而是一輛能夠在自己的作戰環境裡把道路機動、裝甲防護和火力支援結合起來的車輛。它可以承擔探案作戰和反空機降任務，同時利用道路網絡快速轉移，把裝甲火力送到需要它的地方。這就是雲豹為什麼從一開始就選擇8個輪子的原因。但問題也隨之出現了，一輛裝甲車光跑得快還不夠。當雲豹真正進入部隊，開始面對越來越複雜的作戰需求之後，新的問題很快就暴露出來。如果对手不是步兵，而是一輛真正的裝甲戰車，這8個輪子又能拿什麼和它對抗？戰場還在逼着雲豹進化。如果說第一代雲豹解決的是怎麼快速把部隊送到戰場，那麼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到了戰場以後，它拿什麼去打？雲豹最早服役的車型主要包括 CM32系列和 CM33步兵戰鬥車，其中 CM33的車頂安裝了一套遙控武器系統，主要武器是一門40毫米自動榴彈發射器，旁邊還配有 7.62 毫米機槍。20多噸的裝甲車怎麼才裝一門40毫米榴彈發射器？是不是火力太弱了？但如果回到當時的任務定位，這個配置其實並不奇怪，因為 CM33首先是一輛步兵戰鬥車輛，
它的核心任務不是單獨跑到戰場上找坦克單挑，而是利用裝甲防護把步兵安全送到交戰區域，然後依靠車載武器為下車作戰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說白了就是一輛運兵車。一架40毫米自動榴彈發射器其實已經夠用了，它可以快速向敵方步兵陣地、輕型掩體和暴露目標投射榴彈，覆蓋面積也比單純的機槍更大。真正的問題是在更複雜的戰場環境裡暴露出來的。假設雲豹正在執行機動任務，突然發現前方出現敵方裝甲車輛，這個時候車上的步兵還沒下車，40毫米榴彈發射器也許能夠壓制人員，但面對正經的裝甲車完全不夠用。雲豹可以把步兵送到戰場，但如果自己遇到装甲目標怎麼辦？總不能每一次遇到装甲車輛都等后面的反装甲武器趕過來。於是雲豹家族開始進行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火力升級，也就是 CM34。 CM34 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原先的40毫米自动榴彈发射器換成了威力更大的30毫米 MK44 電炮。這一步不是簡單的換了一門炮，實際上改變的是整輛車的作戰定位。因為30毫米電炮能夠使用不同類型的彈藥，既可以攻擊人員和輕型目標，也能夠使用穿甲彈對付輕型裝甲車輛。雲豹終於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硬目標打擊能力。更重要的是 MK44 採用雙路供彈設計，可以根據目標類型選擇不同彈種。面對輕型目標可以使用高爆彈藥，發現裝甲車輛之後則可以切換穿甲彈。從這裡開始，雲豹開始擁有了更加完整的火力體系。同時 CM34 還配備了相應的光電觀瞄和熱成像設備，而30毫米電炮本身具有較大的俯仰範圍，所以面對低空低速目標時也具備一定的反空中目標能力。當然，這並不意味着 CM34 突然變成了一輛防空車，它真正解決的還是地面戰鬥中的火力問題。從40毫米自動榴彈發射器到30毫米電炮，雲豹完成的並不是一次簡單的武器更換，而是一次作戰定位上的变化。但問題到這裡其實還沒有結束，因為當30毫米電炮已經成為雲豹的上限之後，一個更加瘋狂的問題又出現了。如果30毫米還不夠呢？如果對手已經不是輕型裝甲車，而是真正的坦克和重型装甲目標，這輛8輪裝甲車又能不能把更大口径的炮直接裝到自己的身上？而這個問題最終把雲豹推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105毫米獵豹。從40毫米榴彈到30毫米電炮，再到105毫米坦克炮，雲豹的發展其實一直在重複一件事情：火力不夠，那就繼續往上加。CM34 解決了輕型裝甲目標的問題，但它並沒有改变一個事實：30毫米終究不是坦克炮。面對輕型裝甲車輛，30毫米電炮已經擁有足夠的威脅。但如果目標換成真正的重型装甲車輛，甚至现代主戰坦克，這個口徑就很難承擔正面硬碰硬的任務。於是，雲豹的發展出現一次非常大膽的跨越。台灣開始嘗試研發105毫米輪式戰車，也就是後來大家熟悉的獵豹。有人可能會覺得獵豹就是給雲豹裝上一門105毫米炮，實際上沒有這麼簡單。因為105毫米炮帶的問題，不只是炮塔上多了一根炮管。一門105毫米坦克炮開火時會產生巨大的後座載荷。坦克為什麼可以輕鬆承受這種力量？因為它有幾十噸的車體，寬大的履帶提供抓地力，以及專門圍繞主炮設計的炮塔和懸掛系統。但雲豹是一輛輪式裝甲車，它的重量、車體空間、輪胎承載能力全部受到限制。怎麼把105毫米炮放到8輪底盤上？這輛車能不能扛得住？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獵豹後來沒有沿用第一代雲豹的底盤。為了讓這輛輪式戰車承受105毫米炮的重量和後座載荷，第二代底盤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它採用新的車體設計，配合8輪獨立液氣式懸掛，並加入6輪轉向，車體高度也進一步降低。第三樣車最終做到大約2.95米。而6輪轉向帶来的另一個變化，就是讓一輛30噸級的8×8車輛在狹窄道路和城市環境中擁有更好的機動能力。到了獵豹這裡，雲豹是在重新回答一個問題：一輛輪式裝甲車到底能把火力堆到什麼程度？答案是105毫米。但問題也隨之变得更加複雜，因為當你不断給雲豹增加火力，它就必須不断增加各種配件，甚至重新設計整個底盤。這麼複雜的一輛裝甲車，到底有多少東西能夠自己造？官方曾公布，以 CM34 為例，島內產業自制產值比例達到 88%， 這也是雲豹真正值得肯定的地方。能夠做到這一點，本身就意味着台灣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完整度相當高的裝甲車輛產業體系。但硬幣的另一面也存在，雲豹的部分關鍵系統依然依賴進口，比如動力系統中的卡特彼勒發動機、艾里遜自動變速箱以及 CM34 使用的 MK44 30毫米電炮，都不是台灣自己從零開始制造的產品。所以 88% 並不意味着完全自主，它真正說明的是台灣已經掌握了這輛車的大量制造和整合能力。
但在部分关鍵系統上仍然存在外部供应鏈依賴，這兩件事情並不矛盾。有人因為需要外部採購而把雲豹貶低得一文不值，卻忽略了那88%背後台灣的努力。雲豹真正的問題不是有多少是台灣自研自造，而是無論它裝上了多少尺寸的炮，它始終是一輛輪式裝甲車。發動機、懸掛、輪胎和車體結構上，這就是輪式裝甲車永遠繞不開的天花板。所以，獵豹即使擁有105毫米炮，也不能因此變成一輛主戰坦克。那麼，這樣的雲豹家族應該被派往什麼戰場上呢？雲豹到底應該被派到什麼樣的戰場上？答案其實就已經藏在它這20多年的發展史裡。它最適合的從來不是開進開闊地帶，和敵人的主戰坦克擺開陣勢硬碰硬，那是 M1A2T 應該幹的事情。雲豹真正適合的是那些需要快速機動、快速集結、快速反應的戰場，以及各種需要迅速增援的關鍵節點。這些地方有一個共同點：道路多、目標多、距離短。在這種環境裡，雲豹8個輪子的價值就出來了。30毫米電炮可以提供持續火力，面對輕型裝甲車輛，它擁有一定的直接摧毀能力。如果是獵豹這樣的105毫米輪式戰車，則可以進一步承擔火力支援和反裝甲任務。但是不能因為它火力強，就忘了它仍然是一輛輪式裝甲車。它真正的優勢依然是速度和機动，在需要的時候突然集中火力，完成任務之後再迅速轉移。而 M1A2T 的到貨讓這個定位更加清晰。過去很多人喜歡把問題理解成台灣到底應該選擇雲豹還是選擇主戰坦克，但現在答案已經擺在眼前。台灣接收 M1A2T 並不意味着雲豹失敗了，恰恰相反，它意味着這兩種裝備終於可以各自承擔自己最擅長的任務。M1A2T 擁有厚重裝甲和120巨炮，它的價值就是在重装甲交戰中能夠提供重型火力。重型坦克解決打不打得過的問題，輪式装甲車解決能不能及時趕到的問題，這兩件事情缺一不可。所以再回頭看雲豹，你会發現它其實沒有所謂的輪式路線走錯了，它只是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線。從 CM32、CM33 開始，台灣首要解決的是快速運輸和機動問題，後來發現火力不夠，於是有了 CM34。30毫米還不夠，於是又出現了105毫米獵豹。每一次升級都是在不斷追問台灣當下到底需要什麼。雲豹沒有打算成為另一個艾布拉姆斯，他只是想成為台灣自己的雲豹。好了，關於雲豹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雲豹還會再度進化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